串油肠酸何以让人一口上头？一碗甜豆浆凭何成为深夜念想？一块黑糖为何72年滋味不散？本地的甘蔗，本地的生产，本地的工艺，才可以做出这样的风味。岭南的风里藏着奇妙滋味，一口酸甜，幸福千家万户。酸甜川喉过，万事皆顺遂。老广的味道之酸甜如意。在岭南大地，酸甜不仅是味觉，更是一种生活的分寸。老广调酸甜，只求恰到好处，甜不齁人，酸不刺喉。这微妙的平衡，是清中求鲜、淡中取味的烹调精髓。潮汕人对糖的认知，早已超越了甜味剂的概念。甜是日常的呼吸，也是神圣的仪式。它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褶皱里，从筵席上讲究的头尾甜，到拜神祈福时象征圆满丰盈的甜果，揭阳普宁这份刻进日常的甜，在深夜也绝不缺席。晚上10点，正是深夜豆浆档最热闹的时候。豆浆加姜猪加海奶。不同于早餐店买完即走的匆忙，潮汕的深夜豆浆讲究现煮现吃的热乎劲儿，姜薯、鸡蛋、芋圆等10余种配料随心加，一碗石磨豆浆里能调出独属于自己的甜润与饱腹。这就挂年，大概5年吧。好些人就喜欢熬夜啊，然后吃点夜宵什么的，豆浆比较相对来讲好健康点。每家深夜豆浆店的菜单各有乾坤，丽婷家除了石磨豆浆，还藏着40多种普宁特色小吃与杂物。豆浆的甜配小吃的咸，复合滋味，满足不同口味。好吧。我跟他一起啊。豆浆店是下班后3、5知己悠闲小聚的宵夜首选。大概1布哩，这个1布哩，这个1件。計件這個1米那個2眼，只。你知有冇清清？有而在農家隻豆漿是淨清清嘅味道。作为镇店之宝，石磨豆浆的工序繁杂，却来不得半点马虎。这是前主理人黄少峰从开店就坚守的规矩。精选的东北黄豆必须充分发泡，让水分渗透至豆心，豆子软透，研磨出的豆浆才够细腻醇厚。到天时热，凉时豆浆是泡4点钟，但这碗豆浆的质量就非常好。要天时硬，大概你就8点钟。泡唔够，伊真发出来，伊无一种青芳味。研磨黄豆的水是特意过滤的，也奠定豆浆的醇厚底味。再按比例加入水进行2次精磨，最后用纱布反复过滤，筛尽杂质，留下的豆浆细腻无渣，入口满是黄豆本真的清香。豆漿硬就做啊色啊，就水花，即係計4、5點鐘就冇。馬上就無時間甲落安尼都了清啦，就頭路路才走咯，無咩時間有邊個招呼客人啦。我是要食豆漿甲油條，以前要開好久啊。一碗好豆漿，灵魂伴侣当属手工油条。丽婷家的油条全由母亲手做。你曾經做5、6碟，而家就話手工做的較好。取出前一天发好的面团，擀平、切割、刷水。
林希珍做的油条，外面脆，内里软，吸饱豆浆汁也不易软烂。上一碗温润的热豆浆，多了层次分明的满足感。妈要洗掉一条泡泡，好，掉酱，好来。叶豆浆做的是后半夜生意，凌晨2点才收档。为了拿到早市才有的新鲜食材，林希珍和相熟的批发商提前预定，午后取货，鲜度依旧。跟着母亲来市场采购的黄义婷，作为家里的老大，慢慢接过了父母肩上的担子，一来看货选品，二来和摊主熟络。这个配交补啊，日日新鲜啊！我今日交代个挂经过饼配，你做好未？伊做好，摆上咩就时。好，我去找哈。好，谢谢。阿房你我交代个红粿好未？好啊，好啊。对，红粿就是老房娘正巧的。nam叫不掉两不那个，大家巧好啊，娃娃菜，好啊。这个韩国。回到店里，母女俩马不停蹄，筹备下单量最高的姜薯。外地人个点出来这个咩个快事啊？这个个姜煮的，姜煮个叫做好地街呐，哎，好水快事好个。大条呐，叫做口感会好好食点。晚上10点过后，店里迎来客流高峰。南乳鸡翅、烤果皮、炸春卷、炸豆干是表哥的专长。兄弟姐妹们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。开小吃店从来不易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共同打拼。丽婷家的深夜豆浆从最初的2、3种配料，扩展到如今的10余种，小吃更是丰富到30、40样，每一样都是潮汕人的心头好。如今，潮汕深夜豆浆早已来到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，温润漂泊的潮汕游子。这不重油重盐，可甜可咸的轻量化宵夜，带着潮汕温度的甜味儿，在异乡扎下了根。市井14的江湖里，真正的高下之分，往往藏在那勺秘制的调料中。这一味便是看不见的胜负手，能让一家小店与旁人拉开难以逾越的差距。双田的菜肴在我们的潮州菜里边，它也占有一席之地。糖醋鱼啊，其实我们不是用白开水、白糖和白醋来调这个味道的，我们必须要先熬制。翁勇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，毕业后便留校执教潮州菜烹饪。一晃34年，他从未停下钻研技艺的脚步，更将一身掌勺功夫倾囊相授。给它拍均匀，充分的拍稳，拍好以后呢，多余的粉呢给它抖掉，炸到它像菊花的形状，能够散得开。白醋呢是放到最后下。双甜口呢，我们其实有几个最：够甜、够酸、够咸。翁勇的灶台从不止于学校，得空时总爱约上同行好友，穿梭街巷，觅食交流。市井烟火里，总有一间14，掌勺的是他教出来的学生。最貴啊！同你老師要我講咩？
你人地山人用来用去，你无够粗咯，食外面习惯，你特别就要努力啊，吼，都做外面。但係能今日做外面用呢？你都唔正嘅咪做。食嘅我去咗嫩啊。用地方有香嘅做好嘅時候啊，平做啊唔緊咯。不我就冇計踩燈食嘅叫流醋腸啊，配成嗬。你嚟過嘛？我就冇嚟啊。你那書有路只歐能來佢哋。好，大家看。好。说走就走，是一口什么特别的酸味儿，值得两人驱车25公里呢？做长包干叫浙江啊，浙江会干，浙江话。潮菜的酸韵要靠米醋托底，这传承数百年的古早味，如今仍在彩塘老厂里，依靠老工艺慢慢酝酿。取本地优质糯米为基体，加少许地瓜中和酸度，提升甜润。蒸熟后用清水降温，护住米粒儿完整不烂。待温度稳在35摄氏度，按比例拌匀曲粉，最后装进陶缸里静置发酵，酝酿出低度酒糟的温润酸香。是牛仔熟燒後就提出這個酒一個豆羹。这便是彩塘米醋的老门道，先酿酒，再酿醋。让这些老的酵母跟这个新的酒水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让它进行醋酸发酵。醋酸发酵的周期就得20多隻哦。第一件這個就是醋酸菌，啊，咱這個給料，雜木誒，就該炒，提出至等半一個青啊，大概是10或20公分，半都是老醋配嘅，大叫咩嚟是哦，4道吧，不就得開個酒啊。養嘢，一直挖，要不然包一直就是玩的咯，就像養小孩一樣，它是一直在变化的。米酒与老醋胚在缸中慢慢交融发酵，悄然完成乙醇到乙酸的转化，最终酿成的米醋汤色清亮，柔酸回甘。人伊再叫做生当大鼎，实际就是松香嘛。你只个点？是，你只个点味。嗰陣時水嘅時候，到來變成歷史哦。我給準備了這個炒來個做古野菜。好。在潮菜的调味体系里，酸味的来源很丰富。入菜的酸梅、酸咸菜、酸柠檬，调味的梅膏酱、三圣酱、陈醋等。但米醋自有独特的位置。它不像陈醋那般浓烈，蘸卤水配炸物，米醋能去腥解腻提风味儿。入菜烹饪时又能起到调和增白的作用。从彩塘寻得米醋的翁勇，立刻约上厨界好友和前辈，以潮菜酸甜调和为主题，同台教艺，大厨们的拿手比拼就此开场。一隻紅燒排骨呢，上嚟處理啦排骨，佢頭殼會買，等就焗百力咯。翁勇做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潮州传统菜，潮菜粗菜细做，寻常食材也要变着花样料理。翁勇巧做家法，于排骨夹层铺入特制虾泥。再将里脊肉改花刀，裹住排骨定型。然後落嚟嘅成日件衫。浓稠的淡浆糊为排骨均匀挂浆，高温复炸，逼出多余油脂，排骨外酥里嫩，香得勾人。炸物配酸甜酱，在潮汕是最常见的搭配，起到解腻调色的作用。而这道佛手排骨的风味，全靠酸甜酱点睛。最后加米醋给蘸料校准酸甜分寸，便色香味俱全。調味最後呢是咱椰椒菜度直大滴食，生了嘅酥脆啊，冇人開個碗呢，酥脆嘅包鐵時間比一燈。彭向荣不甘示弱，
做了道彩丝龙虾。这个菜重点呢，就是那这冷海能在食好冻凉冻冰水，那么伊系那伊才该起有Q汤。这讲呢，属于这是潮菜与西式冷盘碰撞的巧思。一改传统生菜龙虾中火腿、蛋白、龙虾肉切片嵌入的固定搭配，彭厨在传承上做减法，先从铺底的瓜果上破题。就果对啊，就吊果丝、夹平果丝，加落个沙拉酱，增加伊口感嘅层次感。鲜嫩弹牙的龙虾搭配爽脆清甜的瓜果丝，整道菜瞬间鲜活。冷静。熟蛋黄、番茄酱、白糖、米醋、沙拉酱、芝麻酱、柠檬各有作用，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，调和出独属于潮式的酸甜沙拉酱。蘸料酸不冲喉，提味却不抢龙虾本鲜，恰好体现潮菜事后调味、鲜为本味的内核。今日翁勇邀来潮菜元老陈小雄师傅，一同还原失传经典五柳双烹鱼。一条鱼前酸甜，尾咸香，究竟藏着怎样的独门技法呢？呢头做炸个爆，你调会好过。整条鱼改花刀是关键，前半段切蜜刀，入锅炸至外酥里嫩，后半段用清蒸刀法锁住鱼肉肌理，避免绵烂散碎。酒泥、宣纸、荷叶是双烹技法的必备材料，借油锅的热力逼出水分，再以慢蒸之法让鱼肉细嫩又充分入味儿。不同于寻常的一鱼多吃，五柳双烹鱼的难点在于整鱼下锅，却要做出前后两味的效果。同鱼两味，前炸后蒸的巧思，极致考验厨师对食材的理解和火候的把控。最后分离酸甜酱汁与咸鲜酱汁，这道失传的老味才算完成。它没有任何典籍记载，全靠口口相传。介好嘅菜成日起嚟個食材好營養，你呢個生定味也是即大部分人至少改變啦。靠自己才起來呢，可能個氣味就可以開到其他嘅。現在各組廿六開始。落氣響的就係屬於我吹啊！翁勇与師友對廚請教完畢，一回到課堂，便將所學拆解相傳。而家水調咯，作到人拍好啊！今天輪到徒弟們上手烹製糖醋菊花魚。好唄，準備好唄，咩拍好了來炸吧。另當是一路啊，另當是一路條線，上橋本來啲啊，會幫埋冰要，個要多嘅了，唔係嘅各位要啲多嘅，好了要溫夠，好了。現在生點做的，可能起動的，起的個。卡過油，卡過咩？會幫忙。各做擺盤擺咗，就全部起來平衡。酸中帶鮮，鮮中有甜。有了代代傳承，有了技藝堅守，潮菜的酸才沒有在時光中褪色。年輕的一代既嚴格遵循古法，更在堅守中融入新意。潮菜的酸甜滋味才能在守正與創新的循環中，保持那份打動味蕾、連接古今的鮮活生命力。与潮菜中提鲜解腻不同，客家人腌酸藏着山地生活的智慧。少海味多果蔬，便以酸锁鲜，青菜豆角皆可入坛。灶房檐下一排瓦缸静静发酵。
弹起酸香漫出，正是牵出客家儿女乡愁的那缕滋味。有一种不起眼却极具辨识度的酸，藏在不少客家餐馆的菜单里，是一道本地点单率很高的下饭菜。好吃，又酸酸甜甜的，又新鲜的，米子做的条件不好，特别好吃。老板，有生不好来的啊？到的时候该被就那个叫拿来了哟。好，给你2个。都好的的。到准时再是滚啊。好，都是拿来呀。好。住在兴宁大山里的陈冬梅是位退休的小学语文教师，结束了在大城市帮衬女儿照料孙辈的忙碌时光，回到老家，守着一方菜园，几口陶缸，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田园养老生活。哎，七芳，你怎么干？看到种的很好哦，要留在那边哎哈。好，你晒着。俺是鬼不好，过到了一道啊，你调进来，让那个不好别带你哈。好。几句家常，一份分享，乡间邻里的淳朴熟络，正是陈冬梅珍视的。老公，你是谁呀？下一个。王哈梦啊。好。今天天气明媚，和丈夫一起采收门前的玉荷，自有用处。露给你我转来这个，让他哎顺不好了边给你。哦，好。这种叶子长得像荷花，高度90厘米的芋头根茎植物，每家门前都会种上几棵。还看有多少多的嘛？我喊人来个就不是过到几件了。物资匮乏的旧时光里，玉荷的嫩叶曾是救急的口粮，切碎下锅就能添上一盘菜。如今人们更偏爱取后时脆韧的玉荷梗入馔。做牛啥？玉荷梗细密的纤维与孔状的肌理，不管是切细块拌成爽口凉菜，还是滚入热汤炖煮入味儿，都是餐桌上的一绝。切块不好来晒滚来热这个酸不好。为了留住这份鲜爽，客家人琢磨出了独有的法子——浸玉荷。水平要是够多，你看，但是就退下来冇韧性，就唔得，就染唔到。这浸玉荷的门道，第一步不是清水洗涤，而是晒日头。这晒的功夫里头藏着老辈人的讲究。随便晒了哈，水平要是够多，就够酸；水平冇咁多，就够唔酸；水平入唔多，入唔少，就晒长一条，就这些刚好好吃。按陈冬梅几10年的经验，看着日头晒足一晚，玉荷水分收干，体积急速变小，便是腌制的最佳时机。穿上粗盐和米酒，浸玉荷就开始了。传统嘅以前係做嘅事情嘅老方法，結果做一日就唔好，唔俾條中日一日，就一條就唔中日係唔會了。你一起曬了幾亮啊？幾亮，剛剛好。要想鎖牢玉荷的脆嫩，需整條腌制，順着玉荷的長勢輕輕捋順，用玉荷尾巴綁緊。冇乜嘅起烤嘅，更好做嘅。一根一根，過年日米好保水嘛，冬天就冇了。一捆捆整齊碼進陶瓦缸，撒上粗鹽、米酒，沒過表面，最後給點外力壓實，封緊缸口。勤儉的客家人最懂物盡其用，尋常的玉梗經時光的催化，變成了一壇壇酸爽開胃的醃菜。
上4年就可以吃，这切了给就2年都可以吃，这个罐子里面保存好了。国庆遇中秋，双节同庆的欢喜，催着在外打拼的新宁人赶往家。平日里稍显冷清的墟市，一下子被返乡的人流填满。去开，可热。好，哎，前面呀。陈冬梅一早便赶去墟市，直奔相熟的摊贩，生怕去迟了就挑不到上好的食材。哎，你看我俩俺抓出去卖给你，俺买多来，买多来吧。新宁人节日的购物清单里，浑圆饱满的柚子象征团圆吉兆。一个也好吃给，哎，好吃给这个。我就打呀，哎，买了好，给你买2罐来。醇香的本地花生油堪称家宴必备，少了哪一样都不够圆满。对认可的店家，他买完菜从不忘大方夸赞。团圆餐桌上哪能少得了那碟开胃的酸芋河？半月前封坛，此刻正是开缸的好时候。这是女儿最记挂的家乡菜。酸芋我就会炒，最好是给它吃，5饭就还可以。你别那个是给就讲最好给了。酸芋河就酸芋河跟米汤。五花肉小火慢煸，边缘煎出琥珀色。倒入酸芋合粒，快速翻炒。高温下，酸芋盒自带的果酸与脆劲儿，又恰好分解了五花肉的肥腻。阿妈，爸这得是5号，那就是5号。好，你想干的，5号你买以为是给啦，是改天你找多来一天，是吧？好，那边找你来交。好，低了。好多呀这。你家绿色，我家红色。每逢节假日，在医院上班的女儿陈露，总会带着一对儿女从广州赶回兴宁老家，扎进妈妈精心侍弄的菜园子，体验乡里烟火。这个木瓜也可以搞2个回去，那柠檬可好像也挺好了。姐姐过来跟我一起割一下那个玉盒。你帮俺妈妈滚好了哈，我慢慢的。哎呦，好，在这个。哎，留下蛮子，哎，好棒！应该够了吧？好呀。今天拿回去就给外婆煮菜给你吃啊。我小时候还是挺喜欢吃这个玉盒的，初中的时候还带这个玉盒回学校吃。当季鲜芋盒到手，正是陈冬梅大展身手的时候。鲜芋盒切块，撒上一把粗盐。反复用力揉搓，玉盒的纤维在掌心渐渐变软，渗出的浅绿汁水带着淡淡的生涩味儿。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菜呀，我家伙教我的，他说上几辈人传下来的。再用凉水反复淘洗，攥干水分，大火快炒，逼出多余水汽。临出锅前，撒上少许细盐调味儿，无需多余佐料，方能衬出玉盒本身的脆嫩。最后一道创意菜鲜芋盒番茄猪骨汤也完成了。酸甜番茄和醇香猪骨是鲜芋盒的好伙伴。饭了。哦，汤来了。我汤，我就汤。哦，快吃还可以哦。哎，谁要喝啊？曾是杜荒的救命酸香，成了餐桌的日常滋味。一碟酸芋盒，见证着陈冬梅夫妇的岁月悠长。养大儿女，佳节归乡，这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，便是圆满。哇，外婆煮的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一点。天天空啊，万事如日。
然后学习进步，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，工作顺顺利利，对对，事业成功，是不是？距离兴宁500公里外的广西贺州，有种特别的小吃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酸酸辣的很好吃，每次来我都吃20几块以上。从柳州回这里必须吃。这种围炉煮串式的自助小吃叫牛肠酸，是以牛肠、牛肺等牛内脏为主料，搭配秘制的酸辣汤底和咸香酱料，形成酸辣甜咸复合风味的广西贺州特色小吃。选串不用招呼，就做自取，吃完只需数钱结账。在贺州大街小巷，牛肠酸随处可见。要想在这片红海中站稳脚跟，秘诀全在这一锅酸辣滚烫的汤底里。要不要来点？牛红也很好吃，很嫩的哦。吴凯奇是本地一家老字号牛肠酸店的非遗传承人，他手里攥着的正是让食客们魂牵梦萦的酸汤秘方。这边不辣，这边辣的。酱料跟汤底就可以，就是酸酸辣辣的，很开胃。柴火熬汤底是多年未变的老传统，守好火候更是吴凯奇入门的第一堂必修课。大量老姜末压制牛肠酸的腥味儿，再加入八角、草果、桂皮等10几种香料去腥提香，辣椒粉既提辣度又添色泽，但真正成就汤底独特酸味的，当属这颗天然发酵的酸梅。汤汁呢，主要是梅子酸，用我们腌制2、3年的青梅放进去熬4、5个小时。我们家祖传的呀，我爸、我爷爷都是做这个的。平时当小吃吃也可以，但是我们这边然后做酒席啊也会上这个。和广式牛杂的咸香汤底不同，贺州牛肠酸的汤底有酸、辣、咸、甜4味，一口下去，瞬间唤醒味蕾，开胃又上头。搭配牛肠酸的蘸料，做法看似简单，却需要十足的耐心。蒜粒儿热油下锅，待翻炒至香味浓郁时，加入秘制调料搅匀。它里面有豆瓣酱啊、蚝油啊、酱油这些多种材料制作的，很重要的这个酱。缓缓倒入清水，加盐调味儿，最后用淀粉水勾芡，不停搅拌，熬至浓稠，香味儿即刻溢出。工会镇的墟日向来热闹，各式本地小吃沿街铺开，香气交织，萦绕街巷。但牛肠酸要等到正午才开门迎客。阿奇的妈妈第一个到店，开锅煮牛肠酸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客流。妹啊，再酱來啦！哦，好，那再來了我就擺攤啦。你的葱慢啲。好。名声在外，食客迎门。忙不过来时，表哥也来搭把手。我爷爷那时候是一个流动的摊位，走到哪里卖到哪里。现在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了，有个座位可以坐，不用风吹雨打。父母流传下来的手艺嘛，不能让它丢了。我觉得做这一行挺好的。阿奇就是店里的救火队员，哪里缺人就往哪儿补。煮牛杂，过一下水，加点料酒啊、老姜啊。先要把这个牛杂去腥，牛肚呢要把它煮久一点，比较好串啊。脆骨需要煮得更久了，它比较硬一点。牛肠涮一下就可以了。出锅了。
包咩？牛腸煮熟咯。好啊。拎牛腸，拎牛腸晾，拎牛腸。牛杂煮熟放凉后，就到了分切和串串环节。两位阿姨从阿奇接手做到现在，10几年来就近干活，兼顾带孙，还能挣点小钱帮补家用，干得舒心又踏实。种了10几年喽，我们村里的人个人回来都到他那里拿这些货回去。你講送茶去送貨啦嗬！哎呀，係我今日送個黃油嘅，係啊，去送貨啦。謝謝了吧？忙碌了一天，来不及回家做饭，一家人干脆在店铺用自家的牛肠酸打起火锅。阿姐回来了，吃饭了。哇，今天吃火锅啊！吃饭了，玲玲，吃饭了。酸辣醇厚的汤水做锅底，放入自家牛杂，再搭配点素菜，一家人的日常在这一餐饭里慢慢升温。今天送货送去哪里？今天送去岔路口下面去。辛苦了，辛苦。妈妈辛苦。哦，真棒。爸爸吃多点。玲玲也吃多点，玲玲吃，保证吃多点哦，保证。这锅牛肠酸的滋味是从凌晨到深夜的步步较真。阿奇每天下半夜才能收工，全年无休，日复一日守着这锅滚烫，成了全家人共同的事业与牵挂。用一锅汤，守一条街，暖一方人。红糖是老广心底的暖阳。它是红烧肉上那一抹诱人的红亮，是冬日里那杯温润的奶茶，更是中式生活里最踏实的底色。竟然炸甜喎！甜有嘛用，一凍通啲開唔開。咪嚟出外面喵行。但在惠州博罗观音阁，这份甜，今年却成了郑志鹏心里最大的愁。北回归线途经的东江三角洲，泥沙沉积，孕育出特有的沙砾地质，也滋养出风味富裕的甘蔗。郑志鹏祖上4代人都以种甘蔗为生。72年前，本地建了观音阁糖厂，甘蔗就有了稳定的销路。但糖厂去年休整，郑志鹏200多亩甘蔗临近收获，糖厂是否开机榨糖，依然是个未知数。这可把他急坏了。喂，尹总，看我炸，今日覺得甜唔甜啊？靚甜啊！啊，今年炸特別甜啊！你這個比往年的都甜哦，因為咁多，好靚。有冇計劃幾時可以衝？30號正式開機咯，到時要30號鐵茶渣會來，今日咧來50噸渣。好嘅，保證完成。对于种植大户郑志鹏来说，脚下这200亩蔗田的收成，关乎一家老小的生计。糖厂开机，郑志鹏的心也稳了。他对自己的甘蔗品质有信心，榨糖的糖蔗个头小，纤维粗。郑志鹏种的桂糖42，正是本地黑糖独特风味的秘密。头不要见湿，要美要见肉，生不要见叶。收蔗标准严苛，机器难达要求，唯有手工采收才能守住制糖的原料品质。亩产15吨左右吧，可以维持家庭正常这些开支，基本没啥问题。郑志鹏的家就在蔗田尽头，从曾祖父开始，郑家人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。甘蔗于他而言，从不只是经济作物，它们是长在地里的日历。当空气里弥漫着甜到发愁的香气，郑家人就知道新年要来了。
前我们都住在甘蔗地的，那白天早上跟着家长出门，中午也是在这地里吃饭。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的，养活了我们4代了。忙完之后就准备过年了。这间有着72年历史的小厂，是珠三角最后的黑糖守望者。幾大爭兩萬？係咯，今日嘅幾正常話調試嗰條啊，係好正常，今日好正常。幫少啲級咯。好，得上係，咁講完加班嗰啲咯。好。郑志全是厂2代，父亲曾是这里的国营厂长。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里，一干就是30年。破碎、提脂、过滤、加灰、除泡、熬煮、烘干，10几道工序，火候的拿捏全凭经验，制糖流程谙熟于心。榨甘蔗的机器一旦开机，中途便不能停下，否则再次启动需连续7天烧火暖炉。所以机器必须24小时不停运转，直到今年的甘蔗全部榨完。我们到榨机的时候才招那些临时工，都是本地人，最远的可能就7到8个公里，就会最远的了。我很喜欢在这里干好啊，每年甘蔗我就想来的，做得很开心哦。为了提高产量，设备被一代代员工改进。有一些他买来的时候不是很合理的，我们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改造的，都是自己的员工在搞。这个机器也有7、8年了，以前是用铁的，有点铁锈，后来我们全部改了那不锈钢的。原来是木板来了以前，因为那个木板呢，它会刮到那个有多少那个木销，现在改了不锈钢，它就没有那些东西。对对，会。与普通红糖相比，黑糖色泽更深，因熬煮时间长，慢火焦化吸出了浓郁的焦香，成了几十年来不变的老味道。我们这里随时种出来甘蔗，今天砍，最迟明天我们就把它榨掉，拿到别的地方去做，也做不出这个风味。我们采到别人的甘蔗来我们这里做，也做不了我们这个甘蔗的风味。本地的甘蔗在本地的生产，也是本地的工人才可以做出这样的风味。在糖浆即将凝固之际，将其注入模具定型，最终制成块状黑糖，更方便携带。这是黑糖吸引年轻人的新尝试。一块大概14克左右，就很方便年轻人冲泡。每年开机过半，一场专属的仪式便会如期而至。糖厂会摆上地道的家宴，宴请那些在蔗田里耕耘的农人。黑糖焖肉是宴席的重头戏，本地土猪肉肥瘦相间，用自家熬制的头道黑糖上色提鲜，慢炖至肉质软烂。黑糖的甜中和了肉的油腻，酱汁裹着肉块，每一口都咸香回甘。花生的饱满香脆与黑糖温柔相融，这便是本地人留恋的儿时味道。对于客家人而言，甜板从不是寻常糕点，而是重大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存在。蒸得软糯的甜板，把黑糖的焦香甜润发挥到极致。客家宴席标配的8菜1汤就此齐备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这张饭桌上没有山珍海味，只有最朴素的本地食材。用甘蔗熬的汤。黑糖不仅是调料，给肉类上色，给糕点添香。
这无声的默契，见证着相依相惜的岁月情长。红头饭好，你就现金一中甘蔗。我们自己有底气帮你去做出去是吧？希望大家能够多啲發展嘅甘蔗。好嘅，好嘅，好嘅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从第一株蔗苗探出嫩芽，到最后一滴糖浆凝成金光，72年的光阴，就在这蔗田与糖厂之间往复流转。蔗农俯身触摸的是土地的脉搏，糖厂轰鸣的是农人的期盼。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卖与契约，唇齿相依，休戚与共。老广的酸甜调和之道，扎根岭南的水土与气候。闷热潮湿中寻一抹清爽，辛勤劳作后得一份抚慰。不追求极致刺激，只守平衡和谐，这是岭南人的处世心境，更是一方水土藏在味里的生活智慧。